1893年，所罗门诸岛沦为鹰保护地，这里丛林密布，山势险峻，雨稠路宁，瘴疠四行。英国殖民者称之为倒霉发臭的鬼地方。到了二战期间，此地被日本侵占。1942年8月7日凌晨，一支包括3艘航空母舰在内约80艘各类舰只组成的庞大的南太平洋部队，经千里航行，悄悄抵达此处。或许连部队统帅罗伯特·戈姆利都未曾预料到，一场改变太平洋战争命运的空前激战将在这里发生。这场战斗因何而起，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在美国中太平洋上完成对日防御的最后一战——中途岛战役后，便把解除对澳大利亚之围提上了首要议程。美国原本计划发起旨在夺取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及新几内亚的瞭望塔战役，但却在中途因为日军的秘密行动被迫中断了。原来，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修建机场，该岛位于所罗门群岛南端，北岸相对平坦，非常适合修建机场。一旦瓜岛机场建成，从这里起飞的日机就能直接轰炸包括圣克鲁斯群岛、埃法特岛与库马克在内的美军机场，极大地威胁了美、澳、新西兰之间的交通要道，切断美国对他们的补给。所以，美军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了瞭望塔战役计划，想在瓜岛机场建好之前夺下此地。接到命令后，美国海军中将格姆利感到万分焦虑，因此此时距离登岛在即，而他对于瓜岛的全部了解仅有几本旧全国地理杂志、一张一战时德国的航海图、一叠传教士拍摄的照片，以及捷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不过，即便如此，8月7号这日，他依旧命令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发起登岛进攻。后者率领海军陆战第1师及第2师一个团，共19000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登上瓜岛时，但令人意外的是，驻岛的日海军第11工兵队350人和2700名工人，没放一枪一炮，就抛弃了一座即将竣工的、拥有1000多米长跑道以及完好发电通讯设备的机场，逃进茫茫丛林。被抛弃的机场随后被范德格里夫特的部下命名为汉德森机场，以纪念此前中途岛战役中牺牲的空中英雄汉德森。8月7日当天，日军匆忙派出51架飞机前往瓜岛，但在距离瓜岛还有1个小时航程时，他们被美机发现了。弗莱切指挥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腾空而起，一阵激战过后，日军16架飞机冒烟坠毁，其他日机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开始对美军运输舰中进行投弹，但击中者甚少。瓜岛失守的消息引起日本大本营的恐慌，旅行中的裕仁天皇也积极返回东京，开始制定夺岛计划。8月8日晚，日本方面的三川军一中将率驻腊包尔的第8舰队，借着沉沉夜幕，闯过狭窄的斯洛特海峡，偷袭瓜岛，将美澳海军4艘重巡洋舰及1000名官兵迸尽鱼腹。不过，三川并不知道美航空母舰已离瓜岛，因忌惮航空母舰的空中攻击而匆匆撤退。美军泊在瓜岛龙家滩头的数十艘运输舰由此免遭厄运。8月13日，大本营都令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海军大将和陆军第17军司令白武情吉中将在进行莫尔兹比战役同时，分兵夺回瓜岛。战斗将会如何进行呢？8月13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迅速出动第17集团军之一部，协同海军歼灭瓜岛之敌，夺回该岛要地。驻扎在拉包尔第17集团军司令白武情吉接令后，仔细研究了瓜岛的地形，预判岛上美军不超过2000人，声称6000名日军即可拿下瓜岛。实际岛上美军已有16000人。由于手头一些兵力正忙于其他事情，白武情吉决定派出一个1000人左右的先遣队，队长由1937年在中国挑起卢沟桥事变的马前卒一木大佐担任。8月20日至21日，一木支队以1200人的劣势兵力反击瓜岛，结果遭遇全军覆灭。臭名昭著的一木清真也在绝望中自行了断。8月24日，美舰队又在瓜岛东北海面拦截日援军，击落击沉联合舰队70余架飞机和龙香号航空母舰。美军的顽强攻击致使日本大本营逐渐意识到瓜岛之役对西南太平洋乃至整个太平洋战局的影响。8月31日，日本大本营开始决定推迟对莫尔兹比的占领，重点进行瓜岛争夺战。
到9月初，日本在美方以握瓜岛制空权的情况下，以夜色为掩护，将川口支队及青叶支队的6000余人采用老鼠偷运的方式遣送入岛。9月13到14日夜，蛰伏于瓜岛丛林中的川口支队突袭汉德森机场，向美军发起第一次总攻。除掉首批进攻的3000人，只有300人生还。光在一座叫铁岭的山头前，日军就摆下了600多具尸体。铁岭因而被他们唤作雪岭。10月中旬，日本著名的仙台师团2万之众在联合舰队强力支援下登陆。该部师长丸山正男还十分作气地夸下海口，不知道失败为何物。而美军此时也增兵至23000人。瓜岛战局日趋严峻，与精锐仙台师团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对决呢？两军在丛林与海滩上激战2天后，仙台师团被击退。不甘失败的丸山正男又增派仙团师团约余下的2000余人、16辆坦克、第17集团军军部及该军部分炮兵，准备再次登陆。日本海军派出太平洋联合舰队主力配合作战。美军也调兵遣将，增派6000人加强防御，调派大黄蜂号和华盛顿号航空母舰。10月11日11时，美军侦察机在瓜岛西北210海里海域发现日军舰队。此时海面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美舰迅速在铁底湾摆开队形，抢占有利阵位。最终在23时40分，由美舰队率先开火，战至次日0时28分，日舰溃逃。此时的瓜岛北部，日军运输队正在为岛上部队卸载增援部队、物资和火炮。清晨，美机又从汉德森机场起飞，对这一区域轰炸遭到重大杀伤。12日夜，愤怒的日军派出2波机群对瓜岛美军进行报复，汉德森机场遭到毁灭性打击，80%的美机被炸毁。巨大的损失迫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临阵换将，哈尔西接替格姆利担任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哈尔西外号蛮牛，相较于前任的优柔寡断，哈尔西以敢打敢冲和轰炸东京闻名。瓜岛守军听闻哈尔西上阵后，受到极大鼓舞。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当时斯大林格勒在阿拉曼方面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全世界也渐渐意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重要性。10月中旬，而远在东京的裕仁天皇宣布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决定性战役。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警告罗斯福，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群岛被打败，那整个南太平洋将陷入最严重的危机。这座丛林岛屿仿佛一个强大的磁铁，吸引双方投入了大批部队。1942年10月23日到26日，日军在瓜岛发起第2次总攻，仍被击退。2500余阵亡战士的鲜血在仙台师团战史上记下了首次败绩。26日这天，双方海军还在离瓜岛东南250海里的圣克鲁斯群岛洋面展开了浴血搏斗。日2艘航空母舰遭重创，100多架飞机坠落大海，而美2艘航空母舰也受到毁灭性打击。其中的大黄蜂号就是几个月前将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带领的16架 B-25轰炸机送去奔袭东京的航母。日军终于在半年之后报了这一箭之仇，但这也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能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11月12日到15日，美日在所罗门海面又进行了2次重大较量。美军虽付出损失5艘驱逐舰、2艘驱洋舰和同时牺牲2名海军少将的沉重代价，但也使得日2艘战列舰、5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7艘运输舰，连同数千名官兵一起葬身海底。在此劣势尽显之时，日军又能如何面对吗？太平洋上自中途岛海战后一直艰难维系的战略军事至此被打破，日军彻底丧失了制海权与制空权。仍在瓜岛上，日本部队瞬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几乎丧失了所有补给，长期靠树叶、草根和木台充饥。大多数官兵染上疟疾等传染病，无药医治。所存的2个师团实际仅有4个大队能撑持作战，瓜岛成了日军的饥饿之岛、死亡之岛。与此相反，美军则能及时换防，愈战愈勇。瓜岛之战局势已经相当明朗了。1943年2月1日至7日，瓜岛日军按大本营1942年12月31日停止瓜岛作战的决定，在30艘驱逐舰护送下分3批撤出。1942年8月7日到1943年2月7日，
历时半年之久的瓜岛争夺战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不算运输舰，日军在瓜岛战役中共损失各类战斗舰30余艘，飞机1900架，即包括大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与航海技术人员在内的将士24600人。至此，日军空军、海军开始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在太平洋上全面转入战略防御态势。除此之外，在瓜岛的失利也使日军大本营放弃以16个师团的100万大军攻取重庆、成都，占领四川要地的超级阴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实际上，中国与太平洋2大战区存在互助关系。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27个至29个战力最强的师团，总兵力达100万以上。即便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仍牵制着日本64%的陆军和45%的空军。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你想看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的前行攻势。在近东某处汇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一样，瓜岛战役的胜利也属于为自由而抗争的正义之国。航空母舰，简称航母，从出现之后，对整个世界的海军都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到今天，是否拥有航母更是成为各国海军强大实力的象征。当然，作为军事武器，航母的起源和战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呀，战争会加速军事武器的发展，航母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母正式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全球一共有5个国家拥有航母。当然啦，由于众多原因，这5个国家航母的数量悬殊非常大。我们今天看这5个国家航母的大致状况，前3名的航母数量远超我们想象，后2名航母没任何战绩。航母是大型水面舰艇，其发展和各国的海军有直接关系。说白了，只有那些对海军非常重视的国家，或者海军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才会拥有航母。虽然航母在海军中影响比较大，但其花费也大。因此，如果各国对海军重视，或者海军实力不够强的话，基本上就和航母无缘了。而战时拥有航母的5个国家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第5名，德国。二战时的德国有一艘航母，名字叫齐柏林号航空母舰。1935年的时候，德国开始制造齐柏林号航空母舰，可以说开始的时间并不算晚。1938年的时候，齐柏林号航空母舰完工。不过，德国的航母和其他国家航母完全不一样。人家的航母都是用于和敌方争夺海上制空权，而德国的航母却是用于充当旗舰并提供空中掩护的。由于作用不一样，所以航母的性能也不一样。简单的说，德国的航母有很多问题：舰载武器存在众多死角，飞机数量非常少，续航能力低等，和其他国家的航母完全不能相比。其实，德国的航母之所以发展成这样，和德国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德国最强的就是陆军，其陆军横扫欧洲。德国的空军也非常强大，在闪电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因如此，德国军队中很多人并不认可发展航母，他们觉得拥有陆军和空军就够了。要知道，发展海军的成本非常高，也正因如此，德国的海军一直没发展起来。德国的齐柏林号航空母舰从没有出过海，所以也没有战绩。苏联逼近德国时，为了不被苏军俘获，德国人自己把这艘航母凿沉了。不得不说，这艘航母也确实憋屈，好不容易造出来了，什么都没干，
就被自己人给凿沉了。当然，德国也计划制造其他航母，只不过一直停留在图纸上，没有动工。第4名，法国。二战时的法国也只有一艘航母，名字叫贝亚恩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来源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战之前，法国在建造诺曼底级战列舰，战争爆发之后停工了。一战结束后，法国人本来打算继续建造的，结果去了一趟英国之后，觉得人家的航母不错，于是就把诺曼底级战列舰改成了航母。由于是改造的，所以其实力根本无法和英国、美国航母相比。1927年，贝亚恩号正式建成，还配备了飞机和飞行员，并且进行训练。在这一点上，法国做得比德国强，至少人家配套设施都有，德国根本啥都没给配。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贝亚恩号跑到大西洋上找德国潜艇去了，结果没任何发现。法国投降之前，贝亚恩号奉命帮助法国转移3880箱国家黄金储备到美国，这是贝亚恩号唯一一次露脸。贝亚恩号转移黄金没多久，法国就投降了。法国投降后，贝亚恩号一直在法国殖民地待着。后来，贝亚恩号开始跟随盟军，不过这么好的航母却被盟军用来运输军队，一直到2战结束，贝亚恩号都没有任何战绩。虽然法国和德国一样都是只有一艘航母，不过不管怎么说，法国的航母还出过海，有过运送黄金的经历，德国的航母可是没有任何经历。第3名，日本。二战时，日本一共拥有25艘航母，其中有11艘舰队航母和若干轻型航母。虽然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在航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日本可以说是最早重视航母的国家，这个很容易理解。一战结束后，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海军发展受到限制，成为2流实力的海军，其海军吨位被严重压缩，因此日本不得不把目光放到其他地方上。当英国决定建造航母后，日本随即觉得航母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开始抓紧建造航母。1992年，日本建造的凤翔号航母正式下水。虽然英国建造时间比较早，但凤翔号航母却是第一艘下水的航母，因此很多人公认凤翔号航母是世界上第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到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抓紧对航母的建设。日本的凤翔型、翔鹤型等航母实力都比较强大。日本不仅仅建造了25艘航母，还有20艘航母在2战结束时还没有完工，可见日本对海军非常重视。当然，日本当时的海军实力也是世界前3的，称霸太平洋地区。整个2战期间，日本的航母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光是中途岛战役，日本就损失了4艘航母，那次海战也是参战航母数量最多的一次。2战后，日本军事虽然受到限制，但其仍旧拥有4艘直升机航母。可以说，在航母这方面，日本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当然，日本的海军实力目前也是全球领先，这一点不得不承认。第2名，英国。2战时，英国一共拥有96艘航母，这个数字绝对能震惊到任何人。毕竟现在全球的航母加起来都没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啊，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想要维持庞大的殖民统治，英国必须有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一直都是其骄傲，其实力一直傲视群雄。英国在1战之前都尝试过制造航母，暴怒号是世界上造的最早的航母。由于众多的原因，
英国造航母的时间虽然早，但发展比较慢。不过即使这样，到二战的时候，英国也差不多有31艘航母，暴怒号、勇敢号、光荣号、皇家方舟号、光辉号、胜利号等众多航母都穿梭在各大洋中。不仅如此啊，二战开始后，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海上优势，还从美国租赁了大量航母。加起来的话，英国一共有96艘航母，其航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英国的航母不仅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和德国、意大利进行战斗，还在亚洲和日本进行战斗。虽然其战绩很可观，但航母损失也非常严重。不过这也能从侧面说明英国海军实力的强大。如果是一般国家，即使给你这么多艘航母，你也未必有这么多海军人才来指挥，但英国却能做到，这不得不让人敬佩。第一名，美国。二战时，美国一共拥有155艘航母，这个数字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天文数字。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艘航母，不仅仅因为其国力强大，还有就是其工业生产能力非常强。美国当时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仅能超过全球所有的国家，甚至能超过全球所有国家的总和。二战盟国中有众多的武器都是美国制造的，以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一年就能轻易制造出几十艘航母。如果不是这样，美国也不会送给英国那么多航母。美国的155艘航母也都是一个级别的，其中大型航母27艘，轻型航母11艘，护舰航母117艘。就是说，绝大多数都是护舰航母。这类航母大多数用于运送物资，很少参与直接战斗的。也正因为家大业大，美国才在二战中援助了很多国家。当然，凭借着绝对的武器优势，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的战绩还是很乐观的。毕竟除了日本和英国，谁也没有这么多航母和美国作战。当然，即使是现在，美国的航母数量依然是全球最多的。目前，美国拥有11艘航母，其中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1艘福特级核航母，其航母发展绝对领先全球。这就是二战中各国航母数量的现状。总的来说，美国、英国、日本3国的航母数量，在今天看来真的非常离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造出这么多航母，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毕竟国际局势不稳定，大家在军队上的投入比较大。还有就是当时各国都以工业为主，工业生产能力很强，所以航母的成本相对较低。德国和法国的航母没什么可说的，虽然有，但只是听说过，毕竟没有任何存在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逐步陷入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两线作战的困局，而在美军的猛烈进攻下，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守军疲惫尽显。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日本最高统帅部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然后火速从中国战场中抽身出来对付美国。自2月中旬，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根据此计划，在其空军的掩护下，先后抽调约10万人，发动了江北歼灭战，占领江南前哨进攻战，并在是年春夏之交发动鄂西会战，企图消灭中国第6战区的国军主力，进而沿长江三峡进攻陪都重庆。至此，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军能够痛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住重庆吗？南京沦陷后，重庆逐渐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颁布国民政府令，明定重庆为陪都。传统中国人认为更换首都意味着政权更迭，
以重庆为陪都，而非新的首都，实际上是向外界表明南京沦陷，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在重庆坚持抗日。日本人曾2次直染重庆，一次在1939年，日军当时发动了武汉会战，国军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但也把日军打得元气大伤，光毙伤的日军就超过了25万人。从此，日军丧失了在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能力。第2次则是在1943年，日军发动鄂西会战，目的还是重庆。最先受到日军冲击的是石牌要塞，石牌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这里有长江第一门户之称，自古就是军事重镇。石牌的附近就是长江第一湾，奔腾的长江流经此地，突然转向110度，两边兀立的石壁因此成为天险。自日军侵占宜昌后，距宜昌仅30公里的石牌就成为了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门户。当时的国军6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都军设于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国军能守住石牌，击退日军吗？为保卫石牌要塞，蒋介石急调中国远征军司令陈诚速回恩施第6战区坐镇指挥，并部署4个集团军加上1个江防军，共计15万人严阵以待。此外，中国空军4个大队和美空军第14航空队也参加战斗。陈诚回到第6战区后，迅速向所属部队提出作战方案，为更好地指挥部队保卫石牌，甚至将第6战区前进指挥部牵涉到石牌3斗坪。紧接着，他召集全军师以上将领参加军事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石牌为陪都，咽喉必须固守，纵令全军皆亡也在所不惜。1943年5月25日，日军以第3、第39师团主力在宜昌西岸连续不断地向国军第18军、第18师阵地猛攻，阵地相继失守，情况相当危急。2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时，将石牌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必须死战死守。对此，负责石牌核心阵地防守的第18军11师师长胡琏已做好了准备。27日清晨，他早早起床，给远在江西的家人写了5封诀别信，并交代替自己送信的授医官说，如果要塞失落，就是我等为国家民族捐躯的时候，你可暂居巴东，等确知军败我亡后，再将这几封信发出，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信中写道，父亲大人，而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后成功成人之外，当无他途。广于我妻，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27日中午，胡琏沐浴更衣，带领师部全体人员登上凤凰山上祭祀，祈求上天保佑。一切完毕后，遂赶往前线。大战临近，中日间的命运将何去何从？5月28日拂晓，石牌保卫战拉开大幕，日军3个师团约6万人倾巢出动，企图实行中央突破，直扑石牌。其第3、第39师团约2万人在长江北岸炮火的掩护下，乘上百只冲锋舟扑向石牌。敌步骑炮兵约2000余人在飞机与火炮掩护下，向八斗方、南林坡、闵家冲等阵地进攻。驻守此地的第11师依托工事顽强防守。上午11时，日军突然以炮兵、飞机闪击阵地侧翼，第11师虽然遭受较大损失，但仍封锁山谷要道。作为第11师防守第一线的南林坡，从一开始就受到日军先头部队2000多人的猛攻。因山间狭窄崎岖，子弹容易被掩体格挡，所以日军先用炮火覆盖，然后趁烟硝还未散去时，端起刺刀冲锋。驻防的3营官兵眼看枪弹无用，也在营长冯威同的带领下，也端着刺刀跃出战壕。经过一番短兵相接后，日军被暂时压制。黄昏时分，日军后援赶到，再次向3营阵地发起连续5次冲锋。3营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战至黄昏，南林坡右翼9连、左翼8连阵地相继失守，2个连的官兵全部以身殉国。至此，南林坡只剩下配备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7连，
虽伤亡过半，但仍在连长李切的率领下死战不退。与此同时，日军第3师团另一部越过桃子崖向天台关阵地进犯，此地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暂编第34师战斗坚决，一举毙敌300多人，迫使日军转攻王家坝，结果又遭另一支驻防部队痛击。不过，在敌第3师团的驰援下，天台关与国军大部的联系被掐断。暂编34师一排战士死守阵地，日军久攻不下后，调来飞机密集轰炸，阵地周围的树木都被炸秃，死守的战士全部牺牲。攻下天台关后，日军欲以骑兵队穿越窄溪口突入国军阵地，但被龙家岩守军的迫击炮打退。不久，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强行通过窄溪向八斗方突进，在遭到强硬回击后，开始释放毒气，八斗方阵地失陷。得知此事后，胡琏命第33团、第31团坚决夺回阵地，两团官兵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勇往直前。第31团的齐和全班长在八斗方阵地与3名日军死斗，最后暴敌滚落深岩。管德彪班长与敌5人遭遇，开枪不久便以枪托猛倒敌人头部，又回身击毙数人后殉国。部队的血战使八斗方阵地失而复得，可日军立即展开反扑，派飞机猛烈轰炸八斗方阵地。2营营长尤国珍在被敌机炸成重伤时，仍不停举枪射击，在死守阵地后也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28日，日军向四方湾发起进攻，意在切断第11师与第18师的连接部，此举极大地威胁了身后的石牌。对此，胡琏即命第32团副团长李树兰火速驰援。在李树兰的带领下，四方湾守军奋力血战，使日军始终未进一步。29日，日军出动5架飞机，调来5门重炮，对伤兵满营的祁连阵地南林坡疯狂轰炸，不仅工事被毁，山头也被削平。不久后，日军端着刺刀冲向南林坡，本以为守军已全部炸死，没料到祁连的伤兵突然从土层里钻出，给予日军重创。下午时分，在2个师团的敌援赶到后，祁连官兵终于抵挡不住，伤亡3/4，迫击炮排与机枪排仅存1人，全连撤退时仅存42人。伤亡惨重的国军还能顶住日本的进攻吗？占领南林坡不久，日军集中步、炮、空开始全力向曹家饭周边以及石牌要塞发起强攻。在收效不大后，又迂回进攻三斗坪。驻防此处的江防军认为三斗坪无险可守，遂向陈诚请求变换阵地。陈诚在审慎考量后，认为放弃三斗坪会使石牌要塞陷入孤立，长江北岸之游动至庙河间会出现数十华里真空地带。于是，在明知不利的情况下，陈诚仍下令死守。另一方面，第18师守卫的曹家饭成为保卫石牌要塞的关键，这里是进入石牌的必经之地。日军第39师团攻至曹家饭，另有3000多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闽家冲、景长坡阵地强攻。之后，日军又向牛场坡、朱家坪的第11师阵地大举进犯。虽然面临巨大压力，但第11师依仗攻势沉着应战。日军推进缓慢。5月30日清晨，石牌要塞的外围阵地相继失守，江防军接到西撤命令，而日军2个师团也开始向石牌主阵地发起强攻。决战来临了。为保住核心阵地，第11师全体官兵以命相搏。每当日军攻下一个山包或据点，第11师便立即组织反击，用刺刀、手榴弹与日军展开肉搏。在鬼子休息补充时，第11师派出小分队展开袭击骚扰，不给敌人喘息之机。第1师还迂回到日军的后方展开伏击，组织狙击手专打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在战况激烈时，陈诚曾致电胡琏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朗声道：“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31日，第11师外围阵地被全部突破。日军像潮水一样涌向石牌，横山勇开始叫嚣部队尽早占领石牌。此时的国军敌11师上至师长，下至战士，全都意志激昂，决意死斗。战至中午，一股日军绕过石牌要塞，窜入后方伏牛山谷。刚开始还能听到阵阵枪炮声，到后来声音逐渐稀落，
最后彻底停止了。伏牛山与南陵坡情况类似，而又由于地形狭窄，大部施展不开，只能以小股部队分批冲锋。由此，中日间展开了一场世所罕见的白刃战。到了拼刺刀的决胜时刻，是英雄还是狗熊，该剑分晓了。下至普通的国军战士，上至营长、连长，全都端起刺刀向敌人发起冲锋。甚至后方的伙夫、马夫、勤务兵、担架兵、民夫都随手抄起武器，嘶吼着杀向日本兵。两方军队纠缠在一起，山谷中不断回荡着士兵的呐喊、刀刃的碰撞声。从中午到黄昏3个小时的血战后，国军以牺牲1500多人的代价击毙日军近2000人，生生地将占据兵力优势的日军打出了伏牛山谷。到5月31日后半夜，石牌地区的国军愈杀愈勇，而日军伤亡惨重，难以支撑，精神也几近崩溃。6月2日，国军发起全线反攻，石牌保卫战最终以日军惨败告终。此役过后，最令冈村宁次骄傲的，曾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13师团被打残，从此一蹶不振；而国军第18军11师则在石牌一战成名，成为抗战中1等1的中国部队。整个石牌保卫战中，国军歼灭的日军人数尚不确定，大致在5000到7000人之间。其中有许多都坠下深谷。不过有一确定的，国军官兵依靠难以想象的毅力，阻止了日军进犯的脚步，最终扭转了整个鄂西会战的战局，沉重打击了日军占领重庆、灭亡中国的阴谋，为当时尚处于黑暗的中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